只要你答应嫁给我，你需要的投资马上打到你卡里啊！休想！不要！你！哎，我哥们儿，你到底认不认识啊？你俩别是人贩子吧？开好你的车，不该问的别问。姐，我都缠你好久了，救命啊！救命！救命！救命！你他妈会不会开车的？不好意思啊，车抛锚了，得有人推一下。推车？我什么身份？你什么身份？让老子给你推车！你可想清楚了，后边那位可快醒了。你，我他妈要不是为……哎，哥们儿，车费我留下了，剩下的你慢慢花吧。你个臭呆子，老子刮烂你的皮！哎，姑娘，你家住哪儿啊？我送你回去。我家在丽江新苑。行吧，今天就做个好人好事儿。大叔，哎，姑娘，好热，开车呢，别闹，别。房子这么大，应该不缺投资。好热。我先声明，我是被动的。快点！8点了，林一集团招标会9点就开始了。流氓！你干嘛？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你不我说实话，我现在就报警。不是，你不我说实话，我现在就报警。你别翻脸不认人啊！昨天是我救的你。我先声明，我是被动的。不好意思啊，大叔，你要是需要医药费，尽管跟我提。算了，咱这药可是杠杠的。既然醒了，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这大叔的腰好像是很厉害，反倒是把我折腾的腰有点疼。喝点牛奶。你是做什么项目？
我的公司未来科技正在搞一个无线充电项目，只要插上它，覆盖范围内所有电器都会有电。你把你的手机给我。好。看，嘿，你这个东西覆盖面有多大？覆盖我这个200平的别墅，轻轻松松，甚至连地下车库都有电。那不对呀，你这么好的项目怎么会缺投资啊？这个能拿下我的项目，全世界公司屈指可数。我听说浩宇集团对于无线充电项目很感兴趣，你怎么不找他们？大叔，你居然也知道浩宇集团？我当然知道，而且我还有信心让他们投资。你别开玩笑了，大叔，那可是浩宇集团。大叔可能对浩宇集团没概念，不过这也不怪他，毕竟他是为了帮我，我不能伤害大叔的自尊。我可没有跟你开玩笑，我说的都是真的。那行，以后要是凌云集团不投资我，我就找你。好，我可是随时恭候啊。好，行了，我一会儿还有点事儿，就先走了。一会儿记得帮我关门啊。好。哎，沈小姐，你文件落。周董，我们浩宇集团最近……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在外边。周先生，什么事？投资部最近谈了一个10亿资金的项目，需要您签字。才10个亿，我吃顿饭不一定够，这种小事自己拿定。是。送我去凌云。凌云集团，您是要去谈合作吗？那么一点的小规模的公司，有什么合作可以谈的？那您去的目的是？给刚才那美女啊送文件。你们就拿这些烂项目来找我投资？我凌云集团的钱不是给你这帮垃圾钱吞的。赵董息怒，这次的项目你绝对会满意的。小姐，是你？青爷，早说是你啊！我要知道是你，我就直接把资金打到你的账户上了。你竟然是凌云集团业务董事？当然了，我听说最近你们沈家集团资金链断裂，急需要10个亿的流动现金。我已经将这10个亿的流动资金作为彩礼，父母都已经尽数收下了。那是我父母的决定，代替不了我。我就喜欢你这副要强的模样，真迷人呐！如果我现在将这个彩礼如数追回，你说你们沈家集团会不会就此倒闭了？卑鄙！赶紧决定吧，我的耐心是有限的。我来投。我给你的项目投100亿。100亿，100亿，这大叔什么来头啊？张口就投资100亿，看他穿的这么低调，可能是哪来的隐藏富豪吧？隐藏富豪？
他就是一个臭代驾。代驾呀？那还说什么投资100亿？吹牛呗！说是投资100亿，身上连100块都拿不出来吧？大叔，你怎么来了？当然是对你的这个项目感兴趣，找你聊聊合作的事。还在这大放厥词，沈金燕，你不会以为找一个臭代驾来气我就可以拿到我的投资吧？你做梦！行了，金燕，我只要一个电话，马上100亿资金就可以到客人手。大叔，你对钱是不是没有概念啊？是几百亿，不是几百块。这世界上只有世界第1的豪宇集团才能拿出上百亿的现金流。大叔，你就别吹牛了。大叔，我知道你想帮我，但这几百亿不是一个小数目呀。在我眼里看来，这100亿和100块没什么区别。还吹？我真是没有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你个臭代驾，再乱说话，我就叫保安了。沈金，相信我，我只需要一个电话，1分钟就能完事。保安，把这个臭代驾给我轰出去！把他给我轰出去！别动！这是我研究的新成果，是代销安保局最高验证，投资它，你绝对不会亏钱。你这个项目前期投入这么高，还说不会亏钱？我给你2个选择：一，嫁给我，你的项目我投了；二，我找新的技术代替。新技术？光速充电器，无论任何电器，只要1秒钟就可以充满电量。居然这么快！不光是手机呀，甭管是家用电器还是汽车都可以。汽车也能用，怪不得看不上我们这些小项目。做生意的本质就是跑马圈地，等我占据市场，我大口吃肉，你们想喝口汤都得过来求我。赵世仁说的没错，难道只有嫁给他一条路吗？沈金，我跟你说过，我的耐心是有限的。等等，你这个光速快充多了。有问题？什么问题？这个快充使用时间一旦过长的话，会发生爆炸。胡说八道！这个项目的文案呢，1年前就放在我桌上了。我当时看到这个技术存在风险，会产生爆炸，所以我就没投。切，你是真敢装啊你！这个项目我只向浩宇集团提交过投资申请。这老家伙的意思是，他是浩宇集团的，而且还是高管。拉倒吧，我估计啊，他就是浩宇集团的车班司机，被辞退了，出来跑代驾，知道点内幕就出来装逼。就是。巧了，诸位，我身上带着浩宇集团技术部开出的检测报告，大家可以传阅一下。王秘书是吧？我建议你赶紧把手机拿出来，不出10秒，他绝对这个。你不要以为伪造一个文件就可以忽悠人了。原来是伪造的呀！我就说嘛，赵董的眼光怎么可能那么差呢？而且就算是真的，这技术都迭代1年了，爆炸问题肯定早就解决了。3，别吹牛了，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2，大叔，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没见这么赌气。1。保安，还愣着干什么？把他给我撵去！
忘了吗？啊！我告诉你，我的新技术安全得很。居然真的炸了！难道那个代驾说的都是真的？居然真的炸了！难道那个代驾说的都是真的？这个怎么回事？这可是我花了10个亿买的新技术啊！大叔，你怎么知道这玩意儿会炸呀？我之前了解过，电视上的新闻可不是假的呀。就算这充电器炸了，沈金燕，你也甭想拿到投资。金鹰的项目非常有潜力，根本不需要你投资。不需要资金？哈哈，笑话！他不需要资金来这儿干什么？这样，只要你们能够证明你们的项目比我的光速快充更有潜力，我可以免费捐赠10个亿。你说的？最海边的风弥漫在夜空。诸位，只要把这个接收器插在汽车上，在承受范围内，你的汽车电量就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根本不用。这玩意儿怎么长得那么像 U 盘啊？不会是骗人的吧？看大叔这样子，不像是假的。好，我就给你们这个机会。想必在场的各位都想见识一下我们这位代驾大叔拥有如何神奇的高科技吧？王秘书，下去开车试一圈。走着。豆豆，那个代驾说的都是真的，这个车无论怎么跑，电量都是满的。什么？什么？不过这个放电器的覆盖范围有点小，只有方圆1公里。我就说你的技术比不上我的光速快充。这只是一个初始，我们的目标呢是覆盖整个城市，甚至全球。覆盖全球，那到时候岂不是任何地方都有电？这么看，确实比光速快充更有潜力啊！可是，这得需要上百亿的投资。区区几百亿而已，对于我们浩宇来说呢，也就几百块，小意思。哇，这话说的，哎，你不会以为自己是浩宇集团的董事长吧？你猪皮子插大嘴，你装什么像啊你？你要是这世界第一财团的董事长，我就是董事长他爹。这个大叔，我知道你想帮我，但是这么多钱不是你随便说几句话就能拿出来的。我呢，打个电话你就知道。喂，哎，小健，马上来一趟凌云集团，对，有个好项目。装模作样，谁知道那边接通了没有？行了，一会儿你的投资项目基金。大叔，给谁打的电话了？我秘书秦斌。我秘书秦青。难道是浩宇集团的总经理秦青？身价1000亿的总经理，竟然只是他的秘书？假的吧？能让秦青当秘书的只有浩宇集团的董事，他充其量就是个代驾。可是他那么自信，看起来不像是撒谎呀。你是真敢装啊你！他说是秦青就是秦青了，搞不好拨一空号在这骗。我可没那闲工夫，毕竟啊，我随便从哪儿抠点儿。哎呦，不好意思啊，巧了。好，
既然你说秦青会来，那我们就等。大叔，你就别说大话了，这场很尴尬的。放心，小秦一会儿。还小秦，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浩宇集团的董事长吧？好，但是就这么干等着可没意思。这样吧，咱俩打一赌，10个亿，要是秦青不来，你给我10个亿，怎么样？赵婶，你疯了！你明明知道大叔就是个代驾，你跟他赌10个亿。好啊，就赌10个亿，1分钟内秦青不到，给你10个亿。放心，对我有点信心。王秘书，开始倒计时。是。这连个人影都没有，一个代驾吹牛，你还当真了？说实话，秦总经理本人我还没见过。对啊，你也没见过。这个臭司机就是一骗子！喂，在，把他给我混出去！哎，住手！什么？秦京真的来了？难道秦经理真是这个代驾的秘书？怎么可能？秦经理是过来找赵总的。一定是。秦经理，您说您来也不提前说一声，我这好准备。别挡路。沈小姐，我们浩宇集团打算投资你的无线充电项目，这是100亿的投资合同，你可以先看一下。这是给我的。真的投资了100亿？难道这一切都是这个代驾的功劳？秦经理，青音的这个项目确实有很大的潜力，但是他这个项目还存在很大的漏洞没有处理。什么漏洞？他这个无线充电项目所用的材料那是正金刚，每克的价值堪比同等重量黄金的100倍。用这种材料制造出来的产品，那怎么着也得投入个几百亿才有可能看到盈利。您说您投这100亿进去，恐怕连个水花都看不到。谁告诉你我要用正金刚？不用正金刚，那你用什么呀1个月前，我们浩宇集团发现了一种新材料，可以用在沈小姐的无线充电项目上，对比是正金刚，成本可降低99%。能把成本降低到99%？怎么可能有这种材料？那这么说的话，只需要几个亿，我的项目就能盈利了。几个亿？几个亿？这种改变世界的项目，居然只要几个亿就能盈利？不可能！秦经理，您一定是在骗我的，对不对？赵董，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不要问那么幼稚的问题。沈小姐，你愿意接受我们浩宇集团的投资吗？我愿意，我现在就签字。跟我走吧，我们路上再具体聊一下投资的细节。哦，对了，你欠我那10亿，别忘了。你个臭代驾，我不会放过你的！赵总，沈星一的未来科技在接受采访之后，股价涨疯了。怎么会这样？他们不是刚签完合同吗？秦经理在来之前就接受了记者采访，透露出浩宇集团接下来一段时间要和未来科技合作。赵董，要不然咱们也买点浩宇集团的股票。滚！
秦总经理，这次真的多谢你了。不用谢，是周董。哦，你的项目很有潜力，我们公司本来就打算投资你，只不过恰好碰到了老周。秦经理，这么说，你真的认识周大叔吗？老周曾经是我的专职司机，只不过后来不干了。但遇到好的项目还会跟我打电话。哦，我还有点事，我先走了。以后合同上遇到什么问题再跟我打电话联系。好。大叔，这次投资的事真的多谢你了。客气什么？主要还是你项目好。你太谦虚了，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啊。真的，什么要求都行。任何要求。好啦，那就请我吃顿饭。行啊，地方你定，越贵越好，不许给我省钱。行，正好我还真有一个好地方，那咱们下午6点，就城街不见不散。好，没问题。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哎。叶禅，老周，你可是让我好找。小妍，你怎么在这儿？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说，10年前的婚礼上，你为什么要悄无声息的跑走？咱们两个可是娃娃亲啊！老娘明明那么爱你。那都是老一辈的事儿了，我一直把你当妹妹。我不信，你就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吗？哎，大庭广众之下真不好。你这样，咱开个房间慢慢聊，好不好？好。哎呀，你这时候打电话，我接一下啊。喂，你大点声，我这信号不太好。夫人，还追吗？不用了。去给我查查刚才那个跟他说话的狐狸精。是。青怡啊，我听说你的未来科技最近势头正盛，主要是需要浩宇集团投资，我的项目才能落地。好，不愧是我的好女儿啊！哎，我们沈家集团呐，最近遭遇了一些突发情况，急需一些投资。你看能不能联系一下浩宇集团，让他们也给咱们投一些？爸，人家浩宇集团看中的是我的潜力，不是。喂，我是叶禅，听说你的项目不错，我打算投资100亿，咱们约个地方见面吧。叶夫人，叶夫人，难道是那个在江城地下世界一手遮天的叶夫人？她找你干什么？她说要投资，答应她，这样我们的沈家集团就有救了。好，下午6点我们就场接见。可以，咱们不见不散。老唐，哎，刘先生，你好，您来了，今儿想吃点什么？我朋友呢还没到，你啊就按平常先备着，等会儿再点。好嘞，您稍等啊，我准备着。大叔，这就是你找的好地方。这地方怎么了？这一般人还吃不到。这一般人怎么吃不到的？这不就是个大排档吗？不懂了吧？这儿可都是国宴厨子，国宴的师傅怎么可能在这儿出现？你就等着吃好吃的就行了啊！哎呀，大叔，我还约了贵客，这时间地点我再改都来不及了。贵客，我父亲还有老人啊，那简单，我让他们呀做几个软口菜啊。哎。青青啊，你来了。这就是
你找到地方了？你是打算让佘夫人在这垃圾堆里给咱们看投资？哎，怎么说话呢？我这儿干干净净的，怎么就成垃圾堆了？大叔，我爸是沈家集团董事长，吃饭一般都在5星级酒店，您多挑多安排啊。在我这儿吃顿饭啊，够买好几个5星级。你谁呀？你知道5星级酒店的概念吗？就在这大放厥词。我名下的6星级酒店呢，遍布全球。至于这5星级啊，我还真不乐意开。你，星爷，你就一直跟这种不着边际的人厮混在一起。哎呀，爸，人家大叔可是浩宇集团秦经理的专职司机，他的眼界可不比咱低。他选在这儿，肯定有他的道理嘛。有个屁道理！你看看这周围的环境，这儿的饭可能不卫生，吃了肯定会拉肚子。这点放心啊，我保证这里的菜绝对干净卫生。干净又有什么用？咱们可是约了佘夫人谈投资，到时候她肯定会怪罪下来。哎，好了好了，爸，我们就先坐下吧。而且，要是谈不成投资的事情，我们商量商量。大叔，我爸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不会，怎么说也是你爸。哦对，奶奶对有什么忌口？没什么忌口，因为这儿的菜我是一口都不会吃的。为什么呀？这儿太廉价了，我一般都吃国宴。巧了，我这儿都是国宴大厨，待会儿想吃什么您随便点。这地方要是有国宴主，我就把我沈家集团。周先生，各位宾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厨唐人。今天由我带领我们的厨师团队来给各位做烹饪美食。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头菜主厨、汤米主厨、甜品主厨以及面点主厨。各位看有什么要求都可以告诉我，我在这里可以满足各位所有的要求。大叔，这儿真可以的吗？老唐，一定要保证这个餐品的整洁卫生啊！是周先生，这个您请放心。来的，您想吃什么可以吩咐。好啊，你这司机在这等着看我笑话呢。啊，你怎么说话呢？大叔专不请我们吃饭呢。平常的大排档哪有这么多服务人员？他还专门叫过来这么多人在这装腔作势。这说到底，大排档它就是大排档，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用得着请人吗？他们这儿就这服务水平啊，就这服务水平，这儿的工作人员恐怕连菜的荤素都搞不懂吧？还说什么投菜？你就是要看我出丑是吧？爸，大叔真的没有羞辱你的意思。没有。行，你们都是国宴的厨子是吧？我点一个5公斤重的大龙虾，要配蒜蓉鱼子酱，你们能做得出来吗？不好意思，先生，5公斤的大龙虾已经没有。我就知道你们是装的，这种小把戏，真以为我会当真啊？会没有的，之前不是运过来2船吗？这5公斤大虾保质期是12小时，这已经过了几个小时，剩下的我让下面看看喂狗。没有就说没有，还找理由，喂狗了？我说你们演戏演上瘾了是吧？有什么类似菜色吗？我们刚空运的10公斤的本地大龙虾，我可以用虾黄和蛋清做芙蓉粥，用虾肉做刺身，其余的做打底粥。你看这怎么样？行吧，先就这么弄。好的，各位，请稍等。实在不好意思，这儿实在没小子价，所以就自动转选了大的。怎么了？您要是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您吩咐。李正义，你知道我喜欢吃大龙虾，就告诉这个司机，让他提前准备好大龙虾，
来看我笑话是吧？爸，我真的没有。没有。你看看这种环境，它能是吃大龙虾的地方吗？而且咱们还约了佘夫人，这种地方佘夫人会怪罪我们的。我说您一口一个这种地方，这种地方，这儿怎么了？您还不满意啊？谁会喜欢这种地方？我们吃的都是国宴，这就是国宴菜呀！你，我跟你一个代驾司机较什么劲呢？晶晶啊，我们可是约了佘夫人，这种地方一点氛围都没有，我们怎么来谈投资合作？不是，您还想要什么气氛？金色维也纳大厅的氛围，你小子恐怕都没见过。就那个前几年我买下的维也纳，也就那一样，那不如我这儿接地气。笑话！明明是浩宇集团的董事前几年买下的，又成你的。爸，你这么大的口气，你的乐队呢？行吧，维也纳乐队干活了。任正一，你是不是觉得现在你背后有浩宇集团的投资，就可以看不起你的老父亲？我哪有啊，爸？我说老爷子，我让您点菜，还给您请乐队，你不能这么说轻易吧？你还轻音轻音的叫什么？算了，我不跟你一个司机一般见识。青衣，咱们可是约了佘夫人。不是你一个什么佘夫人、王夫人，青爷，你说什么？你看这家伙连佘夫人是谁都不知道，到时候冲撞了佘夫人，吃不了都得兜着走。什么佘夫人？在我这儿那算个根儿呢。就是江城首富啊，想来我这儿蹭口饭啊，都得求款去。你闭嘴吧！一个代驾司机，江城首富能是你认识的吗？还来这种地方吃饭？我说你爸的脾气倒不小，不是怎么办？周先生，这请看。周先生，这是特地为您准备的3个小菜，各位请慢用。大叔，这儿的饭菜的确不错，不过待会儿你可得小心说话，要是得罪了佘夫人，秦经理必保不住你。行，知道了。哎，陈姐夫，我吃饭了，怎么了？行，老弟们，你过来吧。我说司机，你说的陈江河，该不会是江城首富陈江河？对，就那小子。还说你怕你还喘上了，你一个代驾司机认识什么江城首富？他什么身份来这儿吃饭？他说有点事儿要求我，我就让他过来呗。你就是一个代驾司机，江城首富会让你帮吗？行了，大叔，你说这些我爸是不会相信的。信不信我说的都是事实啊！再说那小子一会儿就到。事实，事实就是你一个代驾司机在这正儿八经的胡说八道。周先生，什么？江城首富真的来了？陈总，我是沈家集团的。周先生，我总算找到您了，我有急事找您帮忙。说，有什么事儿吃完饭再说。周先生，我是真有急事求您啊。知道你急，你就是再急的事儿，也急不过我吃饭吧？周先生，我真有急事求您。陈董，有事啊，您可以跟我说。我们沈家集团呀，
愿意帮你，而且他就是个出租车司机。闭嘴！你们沈家集团算个屁！惹得周先生不高兴，我第一个灭的就是你沈家集团。周先生，我求求您，帮帮我。周先生，我求求您，帮帮我。什么？江城首富竟然给这个司机跪下了！你快起来，大叔，他都跪下了，你还在吃饭呢？哎呀，别管他，又不是头一次了。行，说吧，这次有什么原因？公司的账户被黑客给挟持了，现在需要50亿的赎金才能解开。能挟持你们陈氏集团，对手不简单吧？是叶禅，就是那个掌管大夏地下城的叶禅。就因为我前几天不小心打碎了一个他喜欢的酒杯。是他呀？那我说你陈家河，你好歹也是江城首富，区50亿都拿不出来。周先生，这我的钱都在银行跟公司，这现在上哪儿去筹这么大一笔钱？这陈氏集团要是破产，我就永远无法翻身了。周先生，求您帮我这一次。陈董，您是不是搞错了呀？大叔他就是个网约车司机，哪有能力帮您啊？约车司机，周先生是现在整个大夏只有周先生能帮我了。周先生，现在整个大夏只有您能帮我了呀。大叔，既然这样，您就帮帮他吧。帮是肯定要帮，在帮之前能不能先把饭给吃了？你一会儿凉了都不好吃了呀。还有你啊，陈家河，不是我说你，你是不是又喝多了耍酒疯啊？你这臭脾气能不能改改？回回找我去给你擦屁股，你就不怕我把你屁股给捅破了？周先生，我求求您，帮我这最后一次。陈董，他呀就是个网约车司机，怎么能帮得了您呢？我们沈家集团今天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约叶夫人谈投资的事情。您不如稍等片刻，等叶夫人一到，您当面向她讲，这个她肯定不好。你说的是真的，千真万确。好，真是太好了。只要今天当面谢罪，能挽回陈氏集团，给你投资。多谢。我是佘夫人的副手陈江河，钱准备好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了赔礼，就等着跟佘夫人当面赔罪。我上次宴会真不是故意的。夫人说了，50亿，少一个字，我的陈氏集团就要破产。别！还有，鉴于你效率太低，夫人打算给你增加点动力。动力？什么动力？10分钟时间，凑不齐50亿，陈氏集团就等着破产吧。10分钟时间，凑不齐50亿，陈氏集团就等着破产吧。10分钟，求求您，能不能跟叶夫人说说，这宽限我点时间，这50亿我肯定凑齐给您。大叔，您就帮帮陈总吧。着什么急呀？这不还有10分钟吗？哼，10分钟，10分钟能拿出50亿现金的，全世界只有浩宇集团。你以为你是浩宇集团的董事？我出手用不了10分钟，也不用50亿，只要一句话，他陈氏集团保证平安无事。还一句话？哎呀，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啊，净在那故弄玄虚。大叔，你就别吹大话了，你看他都急成什么样了，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真是连一顿安生饭都不让人吃。周先生，您是准备出手帮我了？全心都说我见死不救了，我还能不帮你啊？谢谢周先生，谢谢周先生。周先生，喂，陈家河，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告诉叶晨，就说周总找他。啊，记住啊，我只给他10年。哎，你这司机竟然敢直言叶夫人的名讳！这个司机竟然还敢直言叶夫人的名讳！陈江河，你好大的胆子！别忘了，
陈氏集团还在我们手里，只要我们一按下键盘，你的陈氏集团马上就破产。破产？我周卓不发话，整个世界没谁能让陈氏集团破产。好，好，好，周卓是吧？你等着。你听我跟你解释，我真的没有对叶夫人不敬啊。喂，大叔，你刚才不是很有把握吗？那边怎么挂电话了？大叔，周先生，这陈氏集团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能没有陈氏集团呀。陈董，刚刚打电话的又不是您，不如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司机给抓起来，等会儿叶夫人到了也好给他赔罪，这样你们也有谈判的筹码不是？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这家伙抓起来，别让他跑了！啊，你干什么？大叔他也是好心啊。他要是好心，就应该拿出来50亿现金帮陈总，而不是打什么电话。你们都不了解叶禅，放心吧，不出10分钟，他肯定打电话过来。周先生，敬您是前辈，所以才来找您帮忙。我知道您从之前开始就一直瞧不起我，但您也不用这样整我呀。我哪有空整你？相信我，10分钟内他肯定打电话过来。算了，这次算我认栽。周先生，您吃好喝好，我就先走了。叶禅真的打电话？叶禅本人的电话？他真的打电话回来了。谢夫人，实在是对不起，真不是故意打碎您杯子的，您就放过我陈氏集团吧。你是哪根葱，让周卓接电话？叶夫人，我就是前2天在您宴会上打碎您酒杯的那个陈江河。小陈啊，原来是你呀！我现在不想跟你废话，赶紧把手机给周卓，不然我现在就让你的陈氏集团破产。是。啊，我说什么来着？他肯定回电话吧？叶禅，闹够了没有？老周，果然是你啊！行了，陈江河的公司呢不许动，听到没？好你个司机，连叶夫人亲自打电话你都是这个态度，我看你啊是存心想让陈董的集团破产。陈董，他就是个司机，他是在骗您的，不能把电话给他。可以。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让我见你一面。行吧，我在旧厂街吃饭呢，你来吧。好，我这就去找你。行了，你公司没事了。谢谢周先生，谢谢周先生。等等，你说解决就解决了？大叔都已经按照叶夫人吩咐的去做了呀。那只是一通电话而已，他就是个网约车司机，怎么可能会认识叶夫人呢？搞不好呀，是从网上找到电话录音骗我们呢。可是以周先生的身份，应该不会这么做吧？你别被这个司机给骗了。骗你们干嘛呀？区几十亿而已，用得着我大费周章骗你？那你怎么能证明陈氏集团就解除危机呢？就凭一个电话录音？首先，这个电话不是你；其次呢，想证明陈氏集团的危机解除很简单。陈江河，现在打电话给你公司的人，问问他们你的公司还有银行账户是不是归你？是，周先生。公司现在情况怎么样？陈总，咱们公司的资产依旧被冻结在银。我说对了吧？这个司机就是在骗你。我说对了吧？这个司机就是在骗你。周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您不是说这已经解决了吗？
陈总，这还不明摆着的吗？他呀就是个司机，拿一个电话录音骗你的。我是真没骗你，公司没事儿了。陈总啊，这家伙就是嘴硬而已，你们现在就应该把他给抓起来，等叶凡人到了，把他一起送给叶凡。等等，爸，无论如何，戴叔也是好心啊。哼，好心，好心，他就应该直接给50亿帮陈总，而不是打什么电话。行了，懒得跟你们掰扯。秦叶，那个夜产一会儿吧，咱们俩先走啊。啊？为什么？我不太方便进去。哎，得罪了叶夫人还想跑，哪有这么好的事情？朱先生，我也觉得您刚才的表现不够，不如这样，等叶夫人来了，您到时候再走也不迟呀。你知道个屁！他来了，我还能走得了啊？哼，现在心虚了。刚才大放厥词的那股子劲儿去哪儿了？陈总，这个司机啊，就是在骗你。大叔，刚刚那通电话不会真的是录音吧？我回头再给你解释吧，咱们赶紧走啊！站住！叶夫人，您终于来了。刚刚就是这个狂妄的家伙，在电话里惹怒了你。叶夫人，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该失手打翻您的酒杯，求求您放过我的陈氏集团吧！狂妄的司机，惹怒了叶夫人，你就等着找死吧！我早，小狐狸精，敢挡我们路，敢当是个傻吗？那个周大叔他真的是个代驾司机，他什么都不知道，求求叶夫人饶了他。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呢？周楚，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你怎么知道他不知道我的身份呢？周楚，我看你这回往哪儿跑？行了。你说你这么多年了，脾气怎么这么暴啊？又不能改改，还吓到人家青衣。青衣，才认识多长时间就要这么亲密？不过没关系，我本来就是冲你来的。大叔，你给叶夫人认个错，道个歉，以她的身份，肯定能放过你。叶夫人，我沈家集团愿意为您效犬马之力，只要您吩咐一声，我保证给您办得服服帖帖。听见了吗，周卓？一群随便的跳梁小丑都敢对你出手，还向我邀功呢！他们跳他们的，关我毛事的。说吧，你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你很清楚，你还有脸问我？咱俩那事儿这说不合适吧？要不换个情景点地儿？来人，把他们都给我带走！哎，叶夫人，不，叶夫人，我还要再说舌头别想要。叶夫人，你要是不放过我陈氏集团，我就赖这不走了。好啊，既然你想死，那我就送你一死。来人！哎，等等。好啊，既然你想死，那我就送你一死。来人！哎，等等。这小陈也不容易，半辈子心血才创建了陈氏公司。啊，叶夫人，只要你肯放过我陈氏集团，10%的股份我双手奉上。20%，这就是你的诚意？拖下去。30%，真的不能再多了呀。这还差不多。行了，滚吧。多谢叶夫人，多谢周先生，我这就滚。好了，现在可以算算咱们俩等的旧账。好了，
现在可以算算咱们俩这之间的旧账。叶夫人，大叔他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大人有大量，你饶过他一次吧。小狐狸精，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一口一个大叔，你们才认识多久啊？叫得这么亲热。喂，青音的投资是我帮他找的，叫点亲密点怎么了？周卓，你看看你现在的这副德行，遇到点事就只能靠小姑娘出头，这就是你现在的本事？那又怎么样啊？活得滋润不就行了？滋润？周卓，你现在只是一个网约车司机，随便一个稍会的小瘪三，不能拿捏你的肺腑。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当年那个随手便能搅起全球金融风暴的周卓死了吗？啊？你现在也就敢在我面前装腔作势，发号施令了？叶夫人，闭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你以为你凭什么敢在电话里对我大吼大叫？你以为你凭什么能直接拿着电话让我放过陈江河？凭你现在代驾司机的身份吗？啊，周卓，你给我听清楚，你之所以现在还能在我面前跟我说话，不是因为你有本事，而是因为我叶禅还对你有感情，纯粹是我给你脸，懂吗？纯粹是我给你脸，懂吗？说完了吗？没有。没说也不用说了。老周，你就跟我走吧，只要你跟我走，整个大夏地下世界你说了算。我们一起重新回到世界巅峰，好不好？叶枫，我早就不是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了。无可救药。老板，买单。你好，周夫人，周先生此次消费1亿2千万。你这儿卖的是人参果吗？一顿饭1亿2千万。周夫人，这是账单。老周，你这是知道我会来，所以点的这么多，是吗？这不对，这儿就是个大排档，1亿2千万都能把整条街买下来了。行了，小钱而已，你没有啊？我来吧。银行卡到账过去了1亿2千万元。你耍我？来，是你自己要过来了，到这儿就在这儿叭叭叭说一大堆，我跟我没关系。他一个代驾司机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说，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他一个代驾司机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说，现在究竟是什么身份？我就是个网约车司机。还敢骗我？来人！哎，你干嘛你？叶然，我想干什么？给我带走！不是叶然，你弄好没有？叶然，你放开我，放开我！来，程毅，给陈经理打电话，打电话！你现在究竟是什么事？你们这是绑架！喂，秦经理，我是沈清音。沈小姐，找我有什么事吗？刚刚我跟大叔在吃饭，然后叶小姐过来把他带走了。就是那个在大夏地下世界呼风唤雨、心狠手辣的吃链蛇叶禅。对，您就是浩宇集团的秦经理，您能联系得上他吗？大叔原来跟我提过，让我别招惹他。你在哪？我现在就去找你。我在西郊旧厂街等您。老周，你坐的离我那么远干嘛？到我这儿来坐。老周，你坐的离我那么远干嘛？到我这儿来坐。谢谢啊，我坐着挺好。装，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啊？
我装什么了？我现在日子过得挺好。倒是我得说说你，那这么多年，你这臭脾气一点没改，你非得把我绑到这儿来，你想干什么呀？我都找了你10年了，你过来陪陪我怎么了？找我干嘛？我就一网约车司机。你放屁！什么司机能拿出1亿？你当年可是全球的金融大鳄，结果为了不跟我结婚，非要去装什么破网约车司机，变成现在这副屌样子。都是以前的事儿。行，那你跟我说说，你当年为什么逃婚？还不是你这臭脾气！你是喜欢那个小狐狸精？对，我是喜欢他，人家又温柔又贴心。你再看看你，行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慢着！你再看看你，行了，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慢着！哎呦，你又要干嘛呀？既然你喜欢那种温柔的女孩，那我也愿意为了你温柔一点。行，叶琛，你要干什么？叶琛，你干什么？不是喜欢温柔的吗？我在学。不是你这哪是温柔啊？我之前一直以为你是喜欢那种在事业上对你有帮助的人，所以我才会去修督促你。但是现在我可以什么都为你改，好不好？周主，你居然敢推我！周主，你居然敢推我！小叶，你没必要这样做。我只是喜欢你，我到底哪里不好？你居然在10年前逃婚！感情这事它不能勉强。我偏要勉强，我可是大夏地下世界的掌权者，我还为你守身如玉10年。你就算是块石头，也该被我捂热了吧？可我已经有喜欢人了，就是沈静一。好，那我们就打个赌，如果沈静一是真心喜欢你，宁愿冒着得罪我也要来救你的话，那我就放过你。你没必要这样做。你不敢跟我赌，你是怕沈静一不喜欢你，对不对？不是，主要我都这么大年纪，人家怎么？你不敢？那你就乖乖的从了老娘。主要我都这么大年纪，人家怎么？你不敢？那你就乖乖的从了老娘。大叔他其实是浩宇集团的创始人。什么？大叔居然是浩宇集团创始人？对，大叔一直隐藏身份，通过我来暗中操控浩宇集团。我秘书秦斌，不用写，是周董。周先生，我求求您帮帮我。那既然大叔是浩宇集团创始人，叶夫人为什么敢抓他？大叔之前跟我提起过叶夫人，他好像非常忌惮。之前浩宇集团与叶夫人起过摩擦，大叔让我不要招惹他。那我们现在去救大叔吧。不行，不能带人。大叔既然忌惮叶夫人，那一定有他的原因。就我们2个去，以谈合作的名义去求见叶夫人。好。叶夫人就在里面。那还等什么啊？我们赶紧进去吧。是你？
理，赵诗人，你怎么在这儿？沈清音，你不是跟浩宇集团合作了吗？被浩宇集团抛弃了，你是不是想跟我？晴晴，我们浩宇集团不会抛弃任何合作伙伴，少在这煽风点火。随你们的便，你们来这儿干什么？我们去见叶夫人。叶夫人，叶夫人也是你们想见就能见的。我凌云集团每年给叶夫人那么多钱，都得乖乖在门口等着。你们算什么东西啊？还想见叶夫人？后边排队去。赵诗人，我有重要的事，你赶紧给我让开，不然你的凌云集团就等着破产吧。重要的事儿？什么事儿啊？秦经理，我们别跟他废话了，再耽误下去，周大叔会有危险。周大叔？哪个周大叔呀？哎，是不是坏咱俩好事的那个司机呀？跟你没有关系，赶紧给我让开！看来是真的，哎，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哎，我跟你们俩说啊，只要是进了叶夫人家的男人，没有一个能够站着走出来的。你那个周大叔，我告诉你，今天死定了！你那个周大叔，我告诉你，今天死定了！秦经理，要不我们冲进去吧？这多1分钟就多1分钟危险啊！叶夫人，佘夫人，你这是？谁让你们进来的？哦，这两个女的未经许可想闯进来，我想拦来着，没拦住啊。喂，滚出去！叶夫人，实在不好意思，我不是贸然闯进你家，但是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我问你答，今天如果有一个字的废话，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我问你答，今天如果有一个字的废话，你们一个也别想活着离开这里。小叶，你也一样。我问你，今天你为什么闯进我家？我担心大叔。担心？他就是个网约车司机，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喜欢大叔。喜欢？你才认识他几天呀，就喜欢上了？而且他这个年纪，都能当你爹了。大叔他正直善良，而且他还救过我的命。周卓，你听听，多么感人的告白呀！大叔，我是真心喜欢你。秦毅，可惜你来晚了。这个男人10年前就已经跟我结婚了。结婚？不，我这大叔，你之前不是命令让我对叶夫人处处忍让？处处忍让，什么意思？大叔，你之前不是命令让我对叶夫人处处忍让？处处忍让，什么意思？行了，既然青衣来了，那咱俩打的赌是不是算我赢了？我能走了。沈青音，我再最后问你一遍，你确定要因为这个老家伙冒着未来科技倒闭的风险跟我作对？对，很好。来人，把这几个狗男女给我杀了！哎，我说你差不多得了。怎么，我吓唬他几句，你就心疼了？吓唬？我刚才跟这个老东西打了个赌，要是你真心爱他，并且愿意冒着得罪我的风险来救他，
那我就把他让给你。也不知道这个老家伙究竟有什么魅力，这么招小姑娘喜欢。不管大叔是什么样的人，他都救过我的命，我喜欢他。行了，要走赶紧走，别等我反悔。大叔，你真的是浩宇集团？小琴，这怎么什么都不爱说？大叔，你真的是浩宇集团？小琴，这怎么什么都不爱说？不怪齐经理，是我非要问他才说的。算了，你也不是外人，知道便知道。不过叶夫人说结婚那事儿，那都是父母定的娃娃亲，没领证啊，不算数。刚刚叶夫人还说你们两个郎有情，妾有意。哎呀，你就别取笑我了，秦经理。行了，青衣面子薄，你就别逗他了。青衣，但我真的很喜欢你，你愿意和我在一起吗？嗯。Don't say goodbye. 喂，爸，怎么了？青衣，快回来，沈家集团要完了。喂，爸，怎么了？青衣，快回来，沈家集团要完了。爸，你别着急，你慢慢说。是赵世仁，他之前给沈家集团投资10亿作为娶你的彩礼，现在你不嫁，他要撤资。什么？还有撤资？青衣，别着急，一切有我在。这样，你先回公司，我准备下事。青衣，你总算来了。赵世仁，你怎么可以这样卑鄙？我卑鄙？你爹当初接收我的投资的时候，那可是一口一个好女婿的叫着我呀。我可从来没有说过要嫁给你。对，你是没说过，但是你爹说了呀。这就是证据，白纸黑字在这儿放着呢，你们还想抵赖啊？赵世仁，你究竟想干什么？很简单，只要你嫁给我，不仅不会收回之前的10个亿投资，而且还会再给你们沈家集团追投10个亿，帮你们沈家集团填上这个窟窿。你休想，我是不可能要嫁给你的。那就没辙了，还钱！青衣，爸爸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就嫁给赵董吧。青衣，爸爸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就嫁给赵董吧。爸，我是死也不会嫁给这个人渣的。为什么呀？赵董手握凌云集团，身价少说也有100亿，比咱们沈家集团还富了1倍，你怎么就不愿意呢？哎，对了，你放眼看去，整个江城，谁能比得过我呀？大叔就能比得过？大叔，那个代驾司机呀。什么？你要嫁给那个代驾司机？不行，爸爸坚决不同意。爸，大叔他正直善良，而且他之前还救过我的命呢。那也不行，那就是一个普通的网约车司机。你要是嫁给他，肯定要吃苦头的。他哪里能给赵总比呀？谁在背后蛐蛐我们？亲，谁在欺负我？就是他。我当谁呢？原来是你这老色狼啊！哎，我记得你好像欠了我10亿，还没给我呢吧？笑话！他不需要资金来这儿干什么？这样啊，只要你们能够证明
你们的项目比我的光速快充更有潜力，我可以免费捐赠10个亿。你不过就是一个臭司机嘛，我不给你，你能把我怎么着啊？你不过就是一个臭司机嘛，我不给你，你能把我怎么着啊？不给。小秦，就算是秦经理来，那你也不能强迫我交出这10个亿吧？哎，你别忘了，当初咱们可是口头赌约。谁说是口头赌约？笑话，他要是不缺投资，他还会在这儿吗？这样，你们要是能证明这项目比我的光速快充潜力大，我免费捐赠10亿。卑鄙！我要起诉你们浩宇集团。你确定要起诉我们？我们浩宇集团可是世界第一财团，拥有的都是全世界优秀的精英律师。我劝你啊，你最好乖乖的把那10亿还给我，你还能全虚全影的走出去，要不然你还要动手啊？我告诉你，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哎，别误会，我说的是你公司。你要是不把那10亿给我，我就让你凌云集团破产。好，我给。但这个老东西，他之前收我那10个亿彩礼，你是不是得还给我呀？我给。但这个老东西，他之前收我那10个亿彩礼，你是不是得还给我呀？青姨，你看沈家集团是爸爸半辈子的心血，你得想想办法呀。大叔，虽然我爸未经同意要帮我嫁给他，但是他终究是我爸呀。我知道，我就当你欠我那10亿给我了，但是以后不许给我来沈家，滚蛋！青姨呀，你真是爸爸的好女儿啊！爸，你以后可千万别再干这种事情了。是，青姨啊，都是爸爸对不起你。不过，咱们沈家集团的资金缺口啊，可不止这10亿。你看，正好秦经理也在，是不是？爸，你怎么能这样？罗锦，我来处理。大叔，你没有必要替我父亲还债的。放心，小秦，沈总，我们浩宇集团可以为沈家补上资金链缺口。你别高兴得太早，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将你名下所有沈家集团的股权全部转让在沈小姐的名下。什么条件？将你名下所有沈家集团的股权全部转让在沈小姐的名下。毕竟你已经脱离社会太久，早就没了当初的投资眼光，尤其是最近2笔投资都以亏损收场，这才导致沈家出现经济危机。青姨，这是你的意思吗？这不是我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秦姐姐说的没错，你就说你最近做了多少错误的决定吧。爸爸也是为了让沈家集团更上一层楼啊！我不想离开这儿。爸，你只需要将股权转移到我的名下，沈家集团还是归您管理，而且在重要决策的时候，也可以您去做决定啊。爸爸确实老了，之前做了那么多错误的决定，爸爸对不起你。不过，如果爸爸把股权转让给你，你还能原谅爸爸吗？爸，你该道歉的应该是大叔。爸爸果然老了，没认出你这尊大佛，罢了。我女儿和沈家集团就托付给你了。大叔，这次真的多谢你了。说什么傻话？咱们是一家人，怎么能用谢？那我们事情解决了，我们出去庆祝庆祝。当然喽。叶晨，喂，老周，3大尹氏家族联合掌控的无线财团要收割咱们大夏。什么？
老周，三大尹氏家族联合掌控的无限财团要收割咱们大夏。什么？谁给无限财团的大子敢收割大夏？我不这么说，你能这么快过来？你骗我？当然没有。你们先坐。这是线人之前得到的密报，你们自己看吧。他们要收购整个大夏的钴矿，为什么呀？钴元素是昨天外国科学家发现的一种天然重金属元素，能有效提升各种合金的坚韧度，是各类科技的材料基石。我的无线充电技术需要的材料也有钴元素，如果能够自然开采，那我的无线充电技术成本将大大降低。没错，科学界有一句话，谁掌握了钴元素，谁就掌握了未来。看来他们是想通过垄断钴元素，从而垄断大夏的未来呀。看来他们是想通过垄断钴元素，从而垄断大夏的未来呀。哼，这招可是够狠的。现在大夏境内有多少钴矿？一共发现了6座，但江城矿场的钴矿总量最为丰富，占据了整个大夏钴矿总量的90%。那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拿下这座矿就可以了。没错，周董，我现在就去准备资金，一定要把江城矿场拿下。等等，这座矿产市值500亿，为了以防万一，准备1000亿，一定要将这个矿拿下，这样才能保证大夏的未来。是。想必二位就是未来科技的代表人了吧？你好，主持人，我是未来科技沈清英。真是年轻有为，请入座。戴叔，不是说有外资吗？我看怎么全是江城的本地企业。看看再说。主持人，时间也到了，什么时候开始拍卖啊？大家别急，还有一位重要的竞拍者没到，诸位稍安勿躁。我知道，是凌云集团的赵董啊。既然迟到，那就取消他的拍卖资格。既然迟到，那就取消他的拍卖资格。是谁说要取消我的竞拍资格呀？各位，好久不见呐！真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赵世仁，你竟然还有脸敢跟我们见面？上一次我只是打赌输了而已，又不是把命卖给你们了，凭什么不敢出现在你们面前？赵世仁，你们凌云集团不是投资高科技产业，怎么转行做矿产开发了呢？我听说最近新发现了一个什么古矿，很值钱，所以我也来凑凑热闹啊。倒是没想到啊，你这个司机居然真的是浩宇集团的幕后董事长。没想到的事儿多着。主持人，既然人到齐了，可以开始。有了无限财团的支持，这次我不仅要在商业上打败你，我还要把沈清英给抢回来。有了无限财团的支持，这次我不仅要在商业上打败你，我还要把沈清英给抢回来。诸位都是国内实力企业，计划书我也看过了，咱们闲话少说，直接开始竞拍。江城5号古矿，起拍价300亿，沈家集团310亿，未来科技出350亿。周大董事长，还不准备出价吗？不着急，价格太低我没兴趣。不着急，周卓啊，恐怕你的如意算盘可要打通了。抱歉了各位，我凌云集团出500亿。赵世仁，这个矿产商业价值也就500亿到600亿之间，你出500亿，是不想赚钱了你？赚钱？我告诉你，我赵世仁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我既然出了这500亿，那自然有我的道理。怎么，周大董事长，您要是再不出价，
那这个矿场可就归我了。您要是再不出价，那这个矿场可就归我了。511亿511亿，520。大叔，你别被情绪冲昏头脑了。放心，自有分寸。自有分寸。521亿。赵主任，你好像今天跟我杠上。跟你杠上？周卓啊，别以为就你消息灵通。这个古矿虽然估值500亿，但关系到大夏的未来，不管花多少钱，就算是咬着牙也得把它吃下去。大叔，这种绝密信息，他一个普通商人怎么知道？530亿。周卓啊，你好歹得是浩宇集团的董事长，10个亿10个亿的家人啊！600亿，600亿！你凌云集团有那么多资产吗？你是不是在虚报价格？600亿！600亿！你凌云集团有那么多资产吗？你是不是在虚报价格？放屁！老子有的是钱。你当是冥币呢？你说有钱就有钱。主持人，我要求验资。我早就料到了，周叔，你看好了。这是鼎盛银行限量发行的黑龙卡，想验资是吧？验吧！竟然真的是一张黑龙卡，里面至少有1000亿的现金，大家都知道。怎么会？凌云集团就比未来科技强一些，怎么会有资格拥有黑龙卡呢？你从无限财团那儿拿到这么多钱，看样子付出代价不小吧？你怎么知道？果然是无限财团。哎，你个狗！套我话是吧？主持人，既然我的资已经验了，那我也同样要求验一验咱们周大董事长的资。主持人，既然我的资已经验了，那我也同样要求验一验咱们周大董事长的资。合理，周先生。既然您要求验了肇事人的资，那么也请您出示一下资金吧。糟了，这卡好像是双胞胎。我也有一张。这小小的江城竟然同时出现2张黑龙卡，今日真是大开眼界。好了，验资结束，咱们竞拍继续。650亿，赵婶，我劝你一句，给外国人当狗可没什么好下场。给外国人当狗怎么了？啊？有些人他想当还当不上啊！我算了，我看你分明就是嫉妒。笑话！我浩宇集团是全球最大的集团，还用得着嫉妒你啊？顺便再给你一条消息，给你提供资金的无限财团是我手下的家。周彻，你别以为我会相信你的话，信不信随你。12年前那场全球金融风暴，就是我和无限财团的董事会过招产生的余波所引发。你放屁！1000亿！何苦你把自己逼上绝路呢？周初啊，不实话告诉你，这1000亿还真是无限财团给我的。哎，现在我一下多哈了，我看你怎么干。哎，现在我一下多哈了，我看你怎么干。赵氏，难道你真的疯了？接着跟啊！你瞅我干什么？赶紧出价呀！我真的很好奇啊，你今天好像是吃定我了。这个关乎着大夏的未来，你不会就这么放弃吧？废什么话！赶紧出价！谁告诉你我非得拿下这个孤矿了？别故弄玄虚了，赶紧出价吧！好，主持人，我放弃。什么？大叔，你居然真的不要这个矿了？那么我宣布，江城5号古矿为凌云集团。周硕，你怎么能不要呢？这个矿，它可关系到大夏的未来呀！
我可没说过。这不能不要啊！这个矿，苏宁，闭嘴！这矿的确关乎大夏的未来，但我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要确保这个矿在大夏人的手里。啊！而且我也从没想过要靠这个矿赚钱。你一个世界首富说不想赚钱，谁信啊？看你分明就是在这玩我。你一个世界首富说不想赚钱，谁信啊？我看你分明就是在这玩我。我可没那闲心去玩你。你要是还有什么招数呢，就尽管使出来；要是没有，我就先走了。至于这钴矿，我想作为一个大夏人，绝对不会用贱价把这矿卖给外国人。当然，你要是卖了也没关系，我自有办法对付。话已至此，好自为之吧。住手！我告诉你，在我来这儿之前，就已经把这儿的人给收买了。哦，对了，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惊喜。主持人。董事长，不要管我！董事长，不要管我！识相的就赶紧掏钱把这矿给买了，否则我让秦心永远从这世界上消失。否则我让秦心永远从这世界上消失。这提起来，好像的确是秦经理的声音。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马上给我查一下，小青在哪？什么叫不见了？周先生，咱们操人有操人的方法。我们既然说绑架了秦青，绝不会是假的。哎，这赵董您厉害呀！早料到这老东西会耍阴谋诡计。你把小青怎么了？没怎么样，只不过是请他过来喝个茶而已。哦，这个是我头一次为这个无懈财团做事儿，这要是手脚不利索，我以后还怎么立足啊？你说是吧？赵氏，咱们之间是有摩擦，但看在咱们都是同胞，我从没想过下狠手，真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手段，就这么心甘情愿的给外国人当狗吗？真没想到你会用这种手段，就这么心甘情愿的给外国人当狗吗？给外国人当狗怎么了？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周大董事长不会没听过吧？老祖宗的话就让你这么说，跟你是同胞，真是我的耻辱。赶紧签字吧，省得你手下遭殃。不过这1000亿你要是拿出来，恐怕你的浩宇集团也会遭到重创啊。周先生，1000亿买你手下的安全，这笔交易很划算，不是吗？无限财团知道你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下三滥？不，我告诉你，手段它不重要，结果才重要。签了字，他安全离开，否则我也不清楚到底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好，我签，但你记住，今天我签了字，迟早有一天会让你后悔。后不后悔的两说，怎么着也得无懈财团说了算。后不后悔的两说，怎么着也得无懈财团说了算。哎，你不会跟我玩这个左手签字的小把戏吧？
周卓，你的手下我给你救出来了。好。还有，我发现你在的那栋楼周围埋伏了很多人，我正带着秦青赶过去，你小心一些。知道。走，你就不怕我撕票？好啊，你撕个试试。既然他不在乎他手下的安全，那咱们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撕票！撕票！喂，他一帮饭桶，关键时刻一个都指不上，还得我亲自动手。站住！关键时刻一个都指不上，还得我亲自动手。站住！赵主任，没必要走这样这一步。有必要。无懈财团跟我说了，只要我处理掉你，就会让青音回到我身边，他们还会送我去国外，享受一世的荣华富贵。可惜了，你错误认识到一点。我练了12年的琴呐，你呀，不该离我这么近。周周，你不会真以为就这么轻易的赢了吧？我告诉你，这个地方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算你把我杀了，你也活着走不出这儿。谁说的？你们怎么进来的？赵世仁，游戏结束了，国际刑警就在楼下等着你。你们刚才的对话还有武器图像已经上传到大夏国安局了。猪猪啊，我输了，但无懈财团可不会放过你。你错了，是我不会放过他，不过可惜，你看不到那一天了。都安静，让我们为这场漂亮的胜利干杯！好，敬咱们最棒的团队。其实我最该感谢的还是我家大叔，要不是他呀，恐怕我早就给……哎呀，我真是受不了你们两个了。在庆祝宴会之前呢，还有最后一份礼物，这是无限财团和平协议，他们认输了。是我亲自去国外谈的。现在他们不仅全面撤出了在大夏的资本，还让出了不少世界的各地资产。秦姐姐，你真厉害！哪有，都是周董的功劳，是他抓住了无限财团的把柄。自从12年之前打败他们之后，我就留了一手，没想到还真给用上了。等等，这上面有一条附加条款，说无限财团永不踏入疆场。这下我们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等等，这上面有一条附加条款，说无限财团永不踏入疆场。这下我们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大叔，那你有什么打算啊？你是要继续当你的网约车司机吗？以前吧，我总是在逃避，但我想现在堂堂正正的生活在阳光下，和你一起。大叔，你还记得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记得呀，那个时候我太天真了，我以为你真的就是个普通的网约车司机。冉青青小姐，请问你愿意让我这个代驾司机成为你余生的专属司机？我愿意。你们两个腻歪够了没有啊？蛋糕都要化了，许个愿吧，就当是为我们的未来许的。许。